10几年前，我被稳婆偷偷换走，从此我成了山里的野丫头。直到3个月前，李府的人找上门，我才知道自己竟是金陵李大将军府的嫡女。可当我满怀欣喜地回到李家，迎接我的却不是亲情，而是我一生噩梦的开始。呸！什么下贱胚子！就凭你，也有资格享用棉被御寒？快瞧他，便是咱们将军府真正的血脉又如何？这血脉啊，又怎能比上19年真正的朝夕相处、深切真情呢？唉，就是可惜了咱们的大姑娘，在这贱人当初回府的第1天，竟然留下一封绝笔书就离开了人世。还是以自焚的方式，他得多害怕，才能做出这种伤害自己又让咱们全府都无比揪心的狠心事来。嬷嬷，使不得！她到底如今也是将军府的二姑娘，别真的叫你弄死了，老爷那边不好交代。哼，弄死就弄死，还能咋的？难道你以为如今夫人老爷还有大公子都会再怜悯他吗？他早就该死了，在大姑娘死的那一日，他就该去陪葬。可怜咱们的大姑娘呀！是呀，自从大姑娘没了后，夫人神情恍惚，老爷也时常叹气，大公子更是变得喜怒无常。这一切不都是这场真假千金给闹的？好冷，谁来救救我！2日前，我不过是失手打破了他生前留下的一个茶杯。这是珠儿生前留下的遗物，谁准你碰的？啊！你这个手脚粗笨的村姑，连她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大姑娘的规矩她没学会，长兄如父，我便好好教教她规矩，让她长长记性。来人，把这贱人关到马厩旁的小破屋里去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给他送饭送水。是。10几年前，接生的稳婆悄然将我与她自己的孙女调换了身份，然后抱着我回到了山野里。我为奴为徒近20年，像对待猪狗一般被他们养大，日日夜夜，连一个整觉都未曾睡过。直到2月前，李家的人寻了过来，家丁递了一张发黄的纸质凭证和玉佩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回家了，我以为我是爹娘的亲生女儿，哥哥的亲妹妹。这苦日子终于到头了。不好了，大姑娘自焚了！大姑娘自焚了！
是因为你。如果你不回来，珠儿就不会想不开，就不会死。死的为什么不是你？都是你害的，你为什么还活着？他们是后悔了吧？后悔将我寻了回来吧。那日过后，我便在这府内为李青珠的死而赎罪。大姑娘头七才过，这灾星倒是有脸在这儿晃悠。若非她偏要回府，大姑娘何至于贞烈自焚？可不是嘛，那就是个活生生的毒妇扫把星，克死了大姑娘，如今还赖在府里吃白饭，真是厚颜无耻。阿爹，早膳用的可好？今日风雪大，您要多穿些。阿娘，这是女儿天没亮就守在火炉边给您熬的，让女儿伺候您用膳，再为您捶腿捏脚，可好？珠儿，我可怜的珠儿啊！是阿娘对不住你，阿娘想你想的心肝都疼啊！看什么看？还不快把这些下灶东西收拾了，拿去喂狗！你天天做这些有什么用？反正也换不回我的珠儿。以后没事不要往我跟前凑，平白惹人烦心。哼！夫人的眼疾已入膏肓，非寻常药物可医。若要痊愈，须得至清血肉割肉为引，以热血入药方可。那些药都到了喂狗去，真是臭得让人作呕。可是大公子，二姑娘为了这药，生生割了自个儿的肉啊！若是不给夫人服下，夫人的眼疾……就他是个蠢货，这不过是我让大夫故意哄骗他的话，他也信。什么眼疾，需要这些没用的东西？阿兄，为何非要如此对我？我也是你的妹妹呀，我也是阿爹阿娘的亲生骨肉啊！阿兄，闭嘴！我不许你唤我阿兄！我的妹妹只有一个李青珠，无论生死，此生此世。而你低贱如泥，这一生都不配。阿爹阿娘亦是如此。我们宁愿你从未出现过，这样珠儿就不会死了。为何没有将错就错？当初为何偏要将你寻回？来人，李青洛朱颜无上，品行不端，将他带去祠堂罚跪。没有我的准许，不许他起身，更不许他出来。
为什么？救我！你放心罢了，就是终生不娶，我也不会娶你。珠儿的血债，我自会慢慢向你讨回。这般就死了，岂不便宜了你？可笑荒谬啊！我这一生活着，便真真是个错误。生是为了换得李清珠来到李家，而死也该换得李家所有人心中一片安宁吧。可我究竟有什么错？李清珠竟然没死！阿娘，我好想你们呀！还有阿爹、阿兄。对了，妹妹呢？快让她一起来，让我与她说说这场误会吧。提那个贱人做什么？阿兄，莫要这样说。二妹妹当初回来，定也不是存心的，这中间也许有什么误会。误会？什么误会？本就是他的错。若不是允王殿下出手救了你，你这几月又在养伤，我们哪还能同你重逢？若不是他回来的太突然，你当初也不会寻了死路。好了，闭嘴！事情既然已经过去，珠儿回来已是天大的好事。过去的一切，咱们都不必再提了。去，让人去将洛儿寻来，说他长姐要见他。既然珠儿好端端的活着，他身上的罪孽也少了一大截，且叫他来拜见长姐。不好了，二姑娘，她没了！什么没了？回夫人，刚刚咱们的人去瞧，二姑娘她已经没有气。怎么，她也玩起了自杀的戏码了？别以为她能同珠儿这般，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心疼，她还不够格。她定是听到珠儿回来了，在那里东视孝陵，想引我们都过去瞧呢。阿爹阿娘，别管她了。他当真是演给我们瞧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也太过分了，真是骄纵了他了，竟然做起这种花戏来。既然要装死，来人，去给他裹个草席丢出去喂狗，看他能挺到什么时候。阿爹阿娘，都是女儿没有做好这个阿姐，你们可别怪女儿了。女儿当初是真的想死的。中立侯府三公子庄卫到。人人都在前院沾着大姑娘回来的喜气儿，偏派我来给你收尸，真他娘的晦气！他李清珠是你们的心肝明珠，而我李清洛就是草芥，本就不配活着，是吗？凭什么？
就因他李庆珠的一场戏耍，我吃尽苦头，我死了，却仍得不到你们一眼平视。我真傻，非要去期盼那虚妄的亲情。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是做噩梦了？疼，是真的，张嬷嬷和翠儿都在。我莫不是回到从前了？我真的回来了，李庆珠还没自焚，李家人还没恨我入骨，我还没踏进那个吃人的地狱。姑娘，马上到金陵了，咱们就要回家享福了呢。回家？是啊，我们要回家了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窝囊的死去，亲情血缘，通通见鬼去吧！我要让所有亏欠我的人，把债一笔一笔加倍还回来。前世的血债，我要你们一一偿还。冷静，你现在不能慌。冷静，李晴洛。既然老天给了你重来的机会，这一世绝不能再走错半步。姑娘，您这又是笑又是哭的，可是身子哪里不适？不碍事，只是头一回出远门，心里总打鼓。一会儿想到要见亲爹娘了高兴，一会儿又怕自己笨嘴笨舌，惹了长辈嫌弃。姑娘是府里的嫡亲骨肉，将军和夫人定会疼惜您的。前世的账，该一笔一笔算了。姑娘放宽心，这次是老夫人亲自发的话，说不能让将军府的血脉流落在外，这才派了张嬷嬷去接您。夫人虽没能亲去，也特意叮嘱奴婢一定要伺候好您。祖母清修还要为我的事操心，我这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嬷嬷，阿娘身边的姐姐们是不是都像翠儿这般伶俐？翠儿是个实诚孩子，姑娘，您回府那是名正言顺，谁也越不过您去。嬷嬷这话倒是提醒我了，这一局该怎么下，我清楚得很。姑娘，咱们离金陵城虽也不过5、60里，但今儿天晚了，宵禁前怕是赶不进城。老奴与管事商议，今晚先寻个客栈落脚。姑娘，这一路奔波，你也累了，回
回府后免不了要面对那些人，咱们得先养足精神，等明天一早您梳洗妥当，静静缓缓的回府。您看如何？又是这一幕。前世我归心似箭，强逼着赶路，结果半夜被困荒郊，让嬷嬷受了寒，也让管事背后嚼了我一路的舌根。嬷嬷说的有理，是我考虑不周。只是我听闻金陵城外的青松观风景极好，祖母便在那儿清修，不知离这儿还有多远？姑娘竟然知道青松观，绕过前面的山头，行个把时辰便能到。嬷嬷，不若咱们今晚不进城了。我想在回家之前先去拜见祖母，不知可否？劳烦嬷嬷回禀祖母，孙娘想先去向祖母问安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走前世的旧路。姑娘，老奴记得您先前在山里时，可是日日盼着回府见将军和夫人的。怎么这临门一脚了，反倒要去见老夫人？实不相瞒，刚刚在车上眯了一会儿，做了一个奇梦，梦见一白胡子仙翁，骂我是个忘恩负义的蠢货，说我这清白身世全赖祖母恩典，我却只顾着见爹娘，竟不知本源。我惊醒后冷汗直流，若没有祖母明察秋毫，我至今还被卖给瞎子当婆娘呢。嬷嬷，我想先去拜谢祖母，哪怕只在门外磕个头，求个心安。张嬷嬷，老夫人向来不见圣人，二姑娘这回怕是要吃闭门羹。混账！二姑娘一片孝心，你也敢智慧？嬷嬷莫气，您去回禀一声吧。若是祖母不见，那也是洛儿诚心不够。洛儿就在这关外候着。3日3夜，我李青洛的命，从来都不是等来的。姑娘，老夫人发话了，说她知道您来过，便已经是心意。祖母终究是不肯见我。不，老夫人说让老奴陪您一起进李家，她交代老奴要留在府中亲自提点着您，带您过一段顺累日子。等一切稳行了，老奴再回道观。
成了。前世我孤立无援，而这一世，祖母竟然把她的亲信给了我。厉家，我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地狱。姑娘，老夫人的脾性你也听到了，她既说了心意领受，您若再耗下去，只怕会惹她厌烦。听老奴一句劝，随管事的回府吧，那是泼天的富贵。嬷嬷，我若此时为了那点富贵走了，才是真的自断松路。张嬷嬷，我不回去，我是真心来拜见祖母。她今日不肯见，我便等明日。还请嬷嬷帮忙周旋，洛儿要在观里叨扰。真是个乡下回来的死脑筋，放着将军府的福不享，非要在道观吃冷斋饭。管事大人，这二姑娘不到，府里那边大姑娘的那件事可还等着呢。她不急，我可不能陪她耗着。回金陵，让夫人瞧瞧，这接回来的到底是个什么不知好歹的种。跑得这么急，是怕误了李青珠自焚的好戏吧？李青珠，我不回府。你这把火烧给谁看？从前握惯了锄头的手，如今要握笔，可我没得选。姑娘，您这手都磨出血痕了，这字咱要不别练了，实在难看。练。我这双手以前拿的是锄头，现在要拿这支笔，就得先把过去的皮剥掉一层。这一世，我要亲手刮掉所有的肮脏。竟有这般心性，老夫人的眼光果然没错。就这点出息。老夫人，您瞧这二姑娘写的，活脱脱是一群黑毛虫在打架，还有大的带小的呢。不许笑！
好一个不肯认命的蛮力！这丫头的狠劲儿，倒有几分我年轻时的影子。去，把我柜子里那本启蒙字帖给她送去。别让他在这糟蹋纸，丢我李家的人。姑娘，这是老奴当年陪嫁的物件，如今或许能帮上你。前世就是这本字帖，让我在绝境中寻到了一线生机。原来，嬷嬷竟是我的贵人。姑娘，你可知老夫人为何宁可死守这清冷的道观，也死活不肯回将军府？姑娘，可曾听过老夫人从前的事？老夫人当年出身将门，37年前，为了救回被围困的夫君，她丢下才8个月大的将军，披甲上阵5年。可等她凯旋，她的亲生儿子却只认那照顾他的侧室邓氏做亲娘了。你若敢动邓阿娘，我就恨你一生一世！你死了，我也绝不给你上一炷香！原是这样，姑娘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来如此，将军府的孝道从根子上就是烂的，一个侧室就拿捏祖母的儿子，难怪现在的曲氏和李青珠能把持整个家。老夫人这辈子是被亲生耳肉伤透了心，姑娘，你若想让她做你的靠山，就得让她瞧见你和李家那一窝子软骨头糊涂蛋都不一样。洛儿记住了。这一世该还的都得还了。李青珠，你的火若是烧不起来，我不介意再帮你添一把柴。那一巴掌下去，老夫人的心就彻底凉了。她当年在战场上为了救老将军受了重伤，九死一生，这辈子再难有第二个孩子。可她拼命保住的嫡子，却躲在邓姨娘身后，叫她坏女人，认贼作母。坏女人，你走开！你不是我娘！你只知杀敌立功，何曾尽过人母之责？正儿认他不认你，也是你自找的。嬷嬷，我有一句话，虽然大逆不道，但不得不说。姑娘，这屋里没旁人，你有什么话对着老奴说便是。虽我没见过世面，但也听过规矩。这事儿是李家对不住祖母，邓姨娘照顾有功，可若没祖母披甲上阵，李家早在那年就绝了根，哪还有阿爹后来的富贵？放任姨娘与嫡子亲近，模糊主仆之分，是李家不仁不义。阿爹受了祖母舍命换来的恩泽，却认贼作母，以死相逼，那是阿爹不忠不孝。这话若是叫阿爹听见，劈了我也是该的。
可洛儿心里就是替祖母疼。回老夫人，李姑娘说不忠不孝，她当真这么说李朝敬不忠不孝。老夫人，姑娘说完把自己都吓得钻了桌子，她是真心实意为您屈得慌。这孩子心肠热，没被那府里的规矩养歪。真是胆大包天，这种悖逆之言，他怎么敢？我是气她，这丫头竟然是李家唯一一个没把心养歪的。道长瞧，这根部发黄是水浇多了，得松土排水。嬷嬷，这是我亲手做的如意豆腐，劳烦送去给祖母尝尝。哪怕她不愿见我，只要能吃上一口热菜，洛儿也心满意足了。这得是吃了多少苦，下了多少回厨，才能练出这手艺。姑娘在乡下时，还没锅台高呢，就开始烧火。她如今在观里锄地种菜，倒像是乐在其中。也罢，去传话，明日让他过来见。是。二姑娘，大姑娘在府里病入膏肓，指名道姓要见您最后一面。您在这儿躲清静，怕是不妥吧？我看谁敢！祖母尚在此，你们竟敢在圣地撒野！老夫人久不归家，府里大事自然由将军说了算。得罪了，给我拿住他！救命啊！放开姑娘！你们这些丧良心的！老夫人不好了，将军府来人，要把二姑娘生生绑走了。将军有令，死活不论，只要能带回金陵城，给我绑结实了，像拖死狗一样带走。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在清修之地行凶绑人，还不快放下姑娘！诸位道长莫要误会，我们是金陵李大将军府的人，奉命接自家小姐回府，这是家事，你们出家人管得太宽了吧？奉家主之令，老道只看到你们五花大绑，还封了姑娘的嘴，这哪里是请小姐，分明是山匪劫道。老道此连日来与这位小友共同锄地种菜，深知他性情温良，你们竟敢在我青松观地界如此撒野！今日若让你们把人带走，我观百年名声何在？道长息怒，这二姑娘野性难驯，老
老奴是怕他路上跑了才出此下策。我们走，这就走。道长救命！他们在撒谎，他们根本没拿腰牌，上来就动粗。姑娘若是跟他们走了，怕是连金陵城的门都进不去，就要被灭口了呀！竟是翠儿，她居然敢为了我背叛大房！放屁！我看谁敢动我将军府的嫡出小姐！反了，全反了！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竟敢在老夫人眼皮子底下动粗！来人，把这几个以下犯上的畜生全给我绑了！姑娘受惊了，老奴护主来迟，您可伤着哪儿了？谢嬷嬷，谢各位道正相助。洛儿今日若非各位，怕是真要身首异处了。他们自称是府里派来的，可洛儿从未见过爹娘，怕是歹人假冒。嬷嬷，请您为洛儿主持公道。张嬷嬷，咱们可是奉了将军亲命，你敢打我们？等回了金陵，定要叫夫人拆了你们这10个破道观！好大的官威！我青松观是陪老夫人供养的，与你那大将军府没半个铜钱的关系。便是李大将军亲临，也不敢在这儿说一个拆字。行事狂悖，目无尊长，给我各打10个大板，教教他们什么是奴才的本分。姑娘，老夫人让老奴问你，这些闯祸的奴才，您心里想怎么处置？嬷嬷，我想报官。报官？姑娘糊涂，他们底子里真是府里的人。你若报了官，丑事传遍金陵，你往后还怎么在府里立足？报官怕丑？嬷嬷，若他们真是阿爹派来的，为何待我如逃奴？不问一人，不向祖母请安，上来就绑。我究竟是李家的骨肉，还是他们眼里的一条狗？若回那个家就要过这种日子，我便是不回，又能如何？渐渐已习惯，一人越近前。姑娘这性子，倒像是突然开了窍。这遇事不惊的稳劲儿，老奴瞧着，竟有些老夫人的影子。洛儿只是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这世上，若自己不立起来，旁人只会把你当成脚下的泥。洛儿不敢丢了祖母的脸面。姑娘是个明白人，这里面兴许有误会，待老奴亲自去审审，定给姑娘一个公道。还不肯吐实话，在这青松观，老身想让一个人悄无声息的消失，比碾死只蚂蚁还容易。嬷嬷饶命，老奴招了。家主虽让请人，可大公子特地私下交代，说二姑娘让全家等他，实在太没规矩，让咱们不必客气，直接绑了回去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是啊，大公子亲口说的，说是得让这野丫头知道尊卑，这都是公子的意思啊！在左右，便给我心安。
大公子，真是我那亲生哥哥，亲口说的。失了体统，简直是胡闹！天下哪有这样作践亲妹妹的兄长？姑娘放心，老奴定会回禀老夫人，为您讨个说法。嬷嬷，苍松后山那边的贵人差人传话，说咱们这边闹得太凶，吵着他清修了。那位贵人，贵人说了，让咱们速速处置。若是再敢喧哗，他可不会给将军府好果子吃。你是我此心的动因，山河千里皆因你绵绵不息。苍松后山住着能让祖母都如此忌惮的贵人，究竟是谁？快去回话，说咱们这儿消停，绝不敢再惊扰贵人半毫。我看你们就是满口喷粪，大公子怎会如此？定是你们这些匪徒冒充大将军府的人，欲行不轨。既然没带腰牌，那就是山匪，全部押送官府，即刻动身。万事随风行，只需想起你。嬷嬷，他们或许真的是假冒的。姑娘，你今日选了报官，便是得罪了大公子，往后回府恐怕路更难走，你怕不怕？怕。洛儿本就孑然一身，一无所有，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悠悠天地与你相契，愿共今朝夕。多少往昔都与你息息相依，寻常点滴却让我常想起。未见的光景在摇情，千山万水每一程。将军府的嫡出千金，竟被磨折成了这副粗鄙模样。说吧。费尽心思非要见老身，你究竟求什么？盯着我做甚？我脸上长花了？孙女是看失了神，祖母英姿不减当年，
孙女想起您当年在战场上的雄姿，实在仰慕的紧，请祖母恕罪。你这丫头倒是比那个满脸算计的李青珠有意思。她那副邓氏教出来的狐妹子作态，我瞧着便倒胃口。你敢在关里报官，敢跟李坑川硬碰硬，倒真有几分裴家人的骨气。说吧，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究竟打的什么算盘？孙女想请祖母一同下山，随孙女一道重回将军府。你说什么？重回将军府？丫头，你可知我在这青松观辟邪30年，图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清静。那将军府里满是虚伪与安杂，老身这辈子都不想再闻到那股臭气。那祖母，您真的甘心吗？当年邓氏使了些下不得台面的狐媚手段，您就被亲生儿子厌弃，被夫君冷淡，甚至被整个李家辜负。您在那战场上拿命拼回来的功名利禄、殊荣光网，如今却让那些仇人坐拥享受。您躲在这冰冷的道观受苦，而他们呢？他们在您的宅子里锦衣玉食，还理直气壮地抹杀您的存在。李家的生杀大权本该握在您手里，哪怕您不稀罕那些东西，可凭什么让他们占着？您心里真的痛快吗？祖母，孙女知道自己越矩了，可孙女若不求您，便是真的死路一条。你和你哥哥不过是初次见面起了误会，何至于说出这等决裂之词？误会？他们为了给李青珠一个体面的身世，不惜把我说成体弱多病的影子。我那亲哥哥还没见我就把我当逃奴绑走。他们好似根本不看重血缘。当年他们能如此待你，今日又怎会偏袒一个半路找回来的毫无感情的野丫头？
这丫头对府里的事掌握得如此清楚，是你告诉她的？老奴只是偶尔提过几句。老夫人，姑娘她是真被大公子吓着了。你呀，真是个老憨货，被这丫头骗成什么样了？啊？什么天真无邪？我看这丫头心里的算计不比李家那些男人少。但她有句话说得对，凭什么让那些畜生痛快？嬷嬷，你说我若真回了金陵，那府里得乱成什么样？道长，昨日听说苍松后山有贵人，那山上住的到底是什么神仙？你这丫头不想要命了，以后一个字都别打听。那位是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。是我多嘴了，道长，快瞧，这番薯生得真好，想不想尝尝我的手艺？我请各位吃顿番薯宴压压惊。婴儿姐姐，这几样给祖母尝个鲜。是。道长，这几份劳烦送去给山上的师兄弟们。是。事强不如事弱，事智不如事成。这人间烟火气最能磨平人的戒心，也能敲开最硬的门。师兄诚不欠我，这后山果然是夺命窟，勿听勿视，保命要紧。王爷，这道士瞧见了不该瞧的，可要属下去灭了口。